李长寿的目光渐渐变得暗淡，脸上有些莫名的悲伤。他向前走出2步，将卷轴拿在手中缓缓张开，看着其上浓郁的天道之力。眼珠做出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缓缓品读的微小动作，但读了一个开头，双手突然涌出了一股股三昧真言，将这卷轴直接燃掉。李长寿缓缓叹了一口气，唉，我确实是怕了。燃灯副教主啊，道门经营这么久的岁月，圣人老爷传道，圣人弟子在3界辛苦耕耘，将道门之火洒遍天地，才有了如今道门的大兴。燃灯副教主纵有百般不是，纵有1000种算计，纵有万种心思，都是阐教之副教主。若因此事动了你，就会影响到阐教之运势，就会影响到道门之气运啊。唉，一声叹息，半句哀思，那白发白须的身影渲染出了一种无奈，一种悲愤。此时道道目光看向燃灯，带着不解，带着疑惑，更有人直接带上了愤恨。季无忧则是满目憧憬，仰视着水神的背影，心底泛起了层层波浪。这是什么境界？这就是天庭水神吗？季无忧也无法保证自己完全看懂了刚才的交锋，他大概能够理解到天庭水神出手的几个步骤，先是开局沉默，避其锋芒，而后必须就时，掌握主动，紧接着上纲上线，彻底打乱燃灯发难的节奏。最精彩的就是这首无中生有，抢在对方要求展示那道卷轴前直接焚掉，借此直接一盆子清浊难辨的脏水泼了下去。那燃灯此刻只能沉默，说什么都是错。这场交锋到了此处，人教一方已算是赢了，且成功的将阐教人教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转嫁成了对燃灯这阐教副教主的质疑。再联想到燃灯一非圣人弟子，二非道祖记名，本就是外道，季无忧方才恍然，水神这些话语还暗藏了这般杀招。杀人诛心，不外如是。脏，实在是脏。但是随之季无忧也开始好奇，不知水神大人接下来的棋该怎么走。正此时，有点特意的冷哼声在众仙耳旁响起，宛若雷霆炸下，让修为弱一些的仙人一阵头晕眼花。天边有5色霞光响起，这神光宛若神鸟展翅，转眼就到了近前，化作了一道纤长的身影。来人身着青布长衣，头戴金色凤冠，昂首漫步而来，气息宛若混沌一片，身周伴着5道浅浅的神光，修长的脖颈，俊俏的面容，偏偏让人无法一眼看出雌雄男女。他向前踏出几步，目光锁定在了燃灯的身上。燃灯此刻正是一肚子的火，冷眼看去，2道视线在空中碰撞，读出了彼此的敌意。忽听天庭水神在远处小声嘀咕：“空轩道友，莫要如此相冲，这可是阐教副教主，教内地位高得很啊。”燃灯，哼！孔轩略微抬头，嘴角露出几分不屑之意。不就是远古时灵官将抬着一口棺木四处骗吃骗喝的灵鹫山老道？孔雀道友。燃灯显然认出了孔轩是谁，但正如李长寿最初谋算时所想的那般，燃灯并不知孔轩此时的实力如何。燃灯被他激起来的火气，此刻正好是找到了突破口。燃灯定声道：“莫要给自己招惹因果灾祸，念你是凤族不多的血脉，速速离去，免得贫道出手伤了你。”
因果灾祸，出手伤我。孔宣修长的凤眼微微眯起。哼，你当真以为做了禅教副教主就成了道门自家人？更何况你这副教主之位不过是自己厚着脸皮去圣人老爷那里求来的。洪荒但凡自上古活过来的生灵，哪个不是？哎呀，李长寿端着拂尘在旁边纳闷是这样吗？不可能吧，燃灯副教主修为高深，灵宝众多，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孔宣耸耸肩，不信可以问问其他人喽。大胆孔雀鸟，贫道今日便成全了你！燃灯突然大喝一声，天地之间金光震颤，夜空宛若白昼。只见燃灯现出6丈高的坐姿宝相法身，抬手对着孔宣扔出一道青光，青光之中包裹了一截长尺，这长尺转眼化作数百丈长短，对着孔宣当头砸下。孔宣面容冷峻，目中毫无紧张之意，右手高举，身周的五色神光齐齐闪烁，在身前凝成一只五彩斑斓的巨手，朝着那长尺的虚影抓去。说时迟，那时快，五色神光凝成的大手直接抵住燃灯扔出来的长尺，掌心神光摇晃，先天五行气轮转，长尺猛地一颤，燃灯道人宝身向后晃身，庄严面容变了颜色，与他的这把乾坤尺彻底失去了联系。那只大手与长尺虚影径直消失不见，长尺化作2尺长短，已被孔宣捏住，在指尖轻轻转了2圈。孔宣笑道：哼，道友果然废物。燃灯此刻且惊且怒，若换作平时早已经退走了，但是当着如此多仙人的面儿，他丢了宝物就走，今后也不必在洪荒走动了。他凝成巨掌，对着孔宣遥遥砸来。孔宣身中五色神光化作一道彩虹，包裹自身，直接对着燃灯宝相撞去。燃灯肩头灵鹫宝灯光芒大作，身周乾坤宛若泥沼，对着孔宣遥遥点出一指，乾坤出现道道涟漪。孔宣自不会去正面硬刚，身影朝着左侧闪去，左手张开，五色神光朝着燃灯的道区刷了过去。霎时间，神光闪耀，金光愈浓，灵鹫宝灯绽放出七彩霞光，将五色神光堪堪挡住，但是霞光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解。正此时，忽听破空声炸响，又一把青铜长尺自燃灯背后现身。这把尺子与燃灯的乾坤尺外形相近，其上散发出的威能却远非燃灯那把可比。水神直接出手了。李长寿的心底，他爷正在怒声大吼：来，打他灯，打他灯！乾坤尺上散出一层层波痕，在燃灯尚未能做出应对的瞬间，径直就砸在了那盏灵鹫宝灯上。七彩霞光一闪，立刻暗淡，宝灯的灯芯只剩下一点点微亮，宝灯本身更是被乾坤尺直接砸飞。五色神光卷向燃灯，燃灯立刻散掉宝相，堪堪自五色神光中闪出身影，朝着自己被打飞的宝灯匆忙追去。正此时，燃灯听到了那句让他差点先力暴走的呼喊：哎呦，两位别打了！李长寿在旁边大喊：你就当是给我水神一个面子！说话之间，他的右手已经是将那把先天灵宝乾坤尺召回，瞄准燃灯飞出去的宝灯，再次扔掷。李长寿仅仅是做出前置的动作，乾坤尺就直接出现在灵鹫灯的侧旁，抢在燃灯之前，将这盏灯再次打飞。五色神光自侧旁再次卷来，燃灯的目中满是愤恨，头顶多了一只琉璃宝塔，顶着宝塔硬扛五色神光，却被五色神光刷得身形踉跄，护体仙光闪烁不定。若非燃灯境界高深，积累雄厚，他此时就已经会五行错乱，修为被封了。那琉璃宝塔受五色神光影响，仙光迅速暗淡下去，
李长寿召回乾坤池，又在旁边喊道：孔宣道友，你莫要恼怒，我代燃灯副教主给你赔个不是。道友万万不可先刷燃灯副教主的诸多宝物，这样一来，恐怕燃灯副教主当真是挡不住你的神光了。孔宣闻言顿时笑眯了眼，他本是不愿在以二敌一时再用自己的神光去拉人宝物，虽然可以，但没必要。但是水神都如此说了，他自会配合。此时瞄准那琉璃宝塔，五色神光一去一回，将宝塔轻松地带了回来。燃灯机遇吐血，此刻却是顾不得宝塔，只想自己的本命宝灯，口中大喝：你们莫要太……嗓音戛然而止，乾坤突然被彻底封锁了，一抹水波荡漾过乾坤各处，星空变成了一片湛蓝色，高空中有24颗巨大的星辰闪烁，那玄妙道运将此刻没有宝物护身的燃灯道人直接定在高空。就听空中传来一声大喝：燃灯副教主莫怕，贫道已护住你了。各位给我赵公明一个面子，莫要再打了。李长寿刚要收起乾坤池，就听空中刚现身的赵大爷哎呀一声：哎呦，糟了，贫道这宝贝怎么坏住了，不听使唤了怎么？空中保持着身形前扑的燃灯道人，枯瘦面容上满是怒意，双眼几乎凸出来。赵大爷怎么来了？李长寿对此倒是真的没有预料到。他考虑过自己与孔宣一同动手，小概率会惊动阐教高手前来拉架，但是赵大爷的从天而降确实是有些超乎想象。孔大姐哥的五色神光，赵大爷的定海神珠，洪荒圣人之下顶尖层次的两大高手，拿着两类绝强的神通法宝，同时对燃灯道人使绊子。有一说一啊，没有24颗定海神珠推演24诸天的燃灯道人根本就不完整。但是燃灯现在是阐教的副教主，正如李长寿此前所说，就算是机会再好，也不能真的动燃灯，起码不能由道门弟子来动。李长寿此前考虑过借刀杀人，连续2次出手将那盏灵柩宝灯打飞，也是为此做铺垫，但他终究不忍坑了孔宣。心底念头微转，李长寿与孔宣、赵公明传声一二，3道身影同时朝着燃灯赶去。只是李长寿和赵公明此时就如同散步般悠闲，孔宣却是以五色神光全速赶路，冲到了燃灯身旁。隔着不过1丈的距离，五色神光开始不断的释放。李长寿驾云向前疾飞时，口中不忘喊着：哎呀，孔宣道友的极速神通当真是惊人，赶不上啊，赶不上。赵公明向下速坠时也是感慨横生：哎呀，凤族神通果真非凡呐！孔宣道友手下留情，阐教的副教主杀不得呀！哼！孔宣用重重的鼻音表达着自己的不满。五色神光继续对着燃灯乱刷，风修为、风感知、搜宝物。不多时，孔宣背后多出了一只灵宝，一小堆宝材。好好的一门绝杀神通，此刻硬是被当作了妙手空空来用。这些灵宝大多都是普通的后天灵宝，还有几件灵性惊人的先天灵宝，比如那一串108颗珠子的念珠，还有一只紫金钵盂，以及2颗蕴含惊人道运的宝珠等等。孔宣刷出这些的时候，表情一直保持着满满的嫌弃，虽然不停出手，但根本不去碰刷回来的东西，只是由神光扔在身后。下方道威仙宗以及渡仙门的众仙仰头看着正发生的这一幕，稍后必是要满地找下巴。这什么情况啊？远古大能、道门大佬、阐教副教主与三清老爷同辈的燃灯道人，此刻就在他们头顶横躺，被定海神珠给定着，被五色神光给刷着，除却身上的衣袍之外，储物法宝都快被刷漏了。此时谁还看不出来？今日这是人教水神、截教公明、凤族孔宣3者联手，
合力阴了燃灯一把。偏偏此时主要出手的还是那位神通广大的孔宣，其他2位都是在喊着哎呀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道友放过他吧，这种话语，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洪荒上层名流大佬都是这般的这般的可爱的吗？仔细想想，刚才还是燃灯道人先对孔宣出手，稍后圆起来也不算太难，唯一难处理的就是此时也算是打了阐教的脸。若燃灯没有阐教副教主的名头，此刻怕已经是被那五色神光直接给融了。多仙门掌门季无忧负手而立，轻轻叹了一口气，对着身旁的忘情上人传声道：富贵啊，咱们跟真正高手的差距远远不只是修为。不错。忘情上人注视着那不断出现的五色神光，谁说神通不及法宝？咱们确实差了太多，且修行吧。不季无忧一阵摇头，传声回道：这种神通主要是靠天赋，修行是修行不来的。我说的是谋算之道，以及对脸面的割舍。瞧，水神与公明前辈要阻拦这位凤族大能继续唱戏了，也不知接下来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法子收场。忘情上人想了想，传声回道：掌门，水神前辈会不会将这位副教主就此打杀了？绝无可能。